白天刷得到，晚上躲不掉。今天我们继续美恐系列《黑暗侵袭》，该片被誉为探险恐怖片之首，看完给人一种绝望压抑的窒息感。幽闭恐惧症患者请谨慎观看，故事要从眼前的6姐妹说起。她们热爱探险，经常去危险的地方寻求刺激。最近听说有个神秘的岩洞，近些年已经失踪了17支探险队，众人觉得有点意思，于是决定去挑战。为了记录这次旅程，几人还特意拍了一张合照，殊不知他们的生命也将永远被定格在此刻。随后众人便驾驶着越野车来到了丛林深处，因为离洞口还有一段距离，剩下的路只能步行。几人沿着小溪逆流而上，突然发现地上有具麋鹿的尸体，从伤口来看应该是遭到了野兽的袭击。几人还没意识到这是危险的信号，因为杀死麋鹿的是比野兽还要凶残的东西。经过一番跋涉，他们终于到达了洞口，望着脚下深不见底的洞穴，大家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被这种神秘感深深吸引。朱诺是这次探险的发起者，并且经验比较丰富，于是第一个下去查探情况，确定没有危险后，其他人也开始慢慢的往下降落。这个洞穴的入口虽小，但下面却别有洞天。杰拉在闲逛的时候发现墙壁上竟然有个血手印，看着不像是动物形成的。就在他考虑要不要告诉大家的时候，一群蝙蝠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杰拉被吓得不轻，但好在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。随后他们钻进一个狭小的通道，来到了洞穴的另一边。朱诺扔出照明棒，发现这里的空间异常开阔，瞬间激起了众人强烈的探索欲。然而就在他们四处溜达的时候，不远处却出现了一道人影，大家都没有察觉，唯有杰拉听到了细微的声响，刚要过去查看，就被从天而降的朱诺叫住，让他不要到处乱跑。这时一名队友又发现了新的通道，众人纷纷赶过去查看，可杰拉却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来探险之前他做过功课，这个洞口书上并没有提到过，可朱诺却表示书本上的东西并不一定准确。两人话还没说完呢，神经大条的队友就已经钻了进去，其他人也只能跟上。这次的通道更加狭窄，众人只能用爬行的方式缓慢前进。好在他们经验比较老道，很快就有5人顺利通过了洞口。可轮到杰拉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，由于没有调整好背包的角度，他爬到一半竟然被卡住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人会突然变得高度紧张，越紧张就越喘不上气儿，再加上他患有幽闭恐惧症，情况就更加严重了。贝斯见状赶紧爬了回去，不停地为杰拉加油打气。然而刚把他拉出来一点，上方的岩石就出现了松动，两人意识到这里要塌方了，开始拼命往前爬。虽然大家都相安无事，但装物资的背包却落在了里面，并且唯一的洞口也被岩石封死，原路返回是行不通了。好在导游手册上说过，这个岩洞一共有3个出口。队友让朱诺把手册拿出来查阅一下，但万万没想到朱诺根本就没有带手册，并且还说带了也没用，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洞穴，至今都没有人探索过。他觉得这样比较有挑战性，便擅作主张改了行程。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他们都被朱诺给坑了。但事已至此，与其吵架浪费体力，不如赶紧寻找出口，否则就只能被饿死在这里了。可当众人穿过狭小的通道后，却发现洞与洞之间竟然隔着一条万丈深渊。贝斯扔下一块石头，足足过了10秒才听到回声，这要是摔下去肯定粉身碎骨，但这是唯一的出路，必须得有个人先过去拉绳子才行。贝卡是个攀岩高手，拥有强大的臂力，于是挂滑道这个事儿就交给了他。由于刚刚丢掉了部分装备，现在只有3个凸轮可以使用，想要到达对面还差一段距离。但就在这时，贝卡发现上方竟然有个岩钉，显然这里以前有人来过，但他也并没有多想，直接就将安全扣挂了上去，然后来到了对面的洞口。安装好滑轮后，其他人到对面就轻松了许多。很快就轮到了朱诺，但他没有选择滑过去，而是把沿途的凸轮给拆了，想着后面的路没准还能用，但很快意外就发生了。好在有安全绳的保护，朱诺并没有掉下去。在姐妹们的齐心协力下，她被成功救了上来。此时，其他人也发现了那颗岩钉，从设计上看，应该是100年前的产物。这个洞穴书上没有记载，说明来过的人并没有活着出去，这让鸡姐妹有些失落。但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，
探索的过程中，他们在墙上发现了一幅壁画，上面标注这个山洞有2条出口。众人开心的不行，总算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，完全没有察觉到黑暗中有东西在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很快，朱诺又通过风向成功找到了一个隧道，没想到队伍中的何力竟然迫不及待的就往里钻。朱诺让他慢点，但何力可能是太想出去了，根本不听他的劝告，结果脚一滑掉进了深坑。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却因为刚才的鲁莽付出了一条腿的代价。就在众人给他包扎的时候，杰拉再次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他循着声音的方向，发现有个人形生物正蹲在地上喝水呢。察觉到杰拉的到来，神秘生物立马就跑开了。他赶紧回去将看到的告诉大家，但众人听后根本不信，认为杰拉只是幽闭恐惧症犯了，出现了幻觉。杰拉差点被这群猪队友给气死。随后众人继续寻找出口，发现了一个垂直向上的岩壁，有了合力这个拖油瓶，他们费了好大劲才爬上来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于是杰拉便打开了相机的夜视功能，只见地上满是动物的骨骸，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，所有人都有些慌了，贝卡更是害怕的大声呼叫。直到此时，大家终于相信了杰拉的话，嘶吼声在周围此起彼伏，搞得他们根本分不清怪物的方向，于是随便选择了一条路逃跑。可何力却因为脚伤落在了最后，怪物瞬间杀了出来，直接咬断了他的大动脉。其他队友早已逃之夭夭，只有朱诺回去查看情况，但何力已经断气了。怪物还以为他要抢夺食物，于是疯狂跟朱诺争这具尸体。人在极度恐惧下会变得愤怒，这是求生的本能反应。朱诺肾上腺素瞬间飙升，和怪物产生了激烈的搏斗。他拿起冰镐，竟然真的把怪物给反杀了。此时他的神经依旧处于紧绷状态，突然察觉有东西靠近。贝斯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交代在队友手里，他哀求对方不要抛下自己，还可以抢救一下。可朱诺却因为害怕被人发现，居然选择了逃避。与此同时，贝卡和山姆为了躲避怪物的追击，藏在了一块岩石底下，想着这样也许能躲过一劫。周围此起彼伏的嘶吼声预示着这里的怪物不止一个。很快，一只怪物就到了跟前，两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庆幸的是，怪物常年生活在洞穴，双眼早已失去了能力，只能通过声音辨别方向。虽然近在咫尺，但最终也没能发现两人。然而怪物前脚刚走，山姆的手表就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。怪物听到后立刻折返，好在山姆及时丢掉手表，才侥幸逃过一劫。这时朱诺出现在附近，拼命呼喊着队友，怪物就这样被引开了。两人不敢回应，也不想回应，毕竟死道友不死贫道。山姆还补充了一句，说最好把所有怪物都引过去。果然只有绝境下才能看清人性啊。很快朱诺就被怪物拦住了去路，但因为没有发出声音，即便灯光照在怪物脸上，他也没能被发现。贝卡跟山姆趁怪物被引开，抓住机会赶紧逃走，没想到迎面就撞上了怪物。他拼命挥舞手中的冰镐，试图阻挡怪物的攻击，可还没坚持多久就被怪物摁在了墙上。危急时刻，一把镰刀刺穿了怪物的后背，成功让贝卡摆脱了束缚。只见朱诺目怒凶光，上前直接拧断了怪物的脖子。贝卡露出崇拜的眼神，询问其他队友怎么样了。朱诺根本不敢告诉他们实情，只能将合力的死全都推在怪物身上。贝拉跟山姆也没有怀疑，他们决定先去找杰拉会合，然后再继续寻找出口。而此时杰拉正拿着火把在洞穴里四处瞎晃，结果却误打误撞发现了重伤垂死的贝斯，就是被朱诺误伤的那个队友。他让杰拉一定要远离朱诺，就是他把自己弄成的这样。杰拉刚开始还不信，直到看见贝斯手里的吊坠。除此之外，贝斯还透露了一个惊天大瓜，说这吊坠是杰拉丈夫送给朱诺的，上面还刻着爱你每一天。回想起之前外出游玩时丈夫与朱诺的亲密举动，杰拉已经猜到他们的关系不简单。交代完遗言后，贝斯便央求杰拉给自己个痛快，他现在的状况比死了还难受。为了不让贝斯受苦，杰拉强忍悲痛举起石头，亲手送走了自己的好姐妹。就在杰拉平复情绪的时候，一只怪物突然出现在身后。听到丈夫和朱诺的关系后，杰拉本就燃起了复仇之火，她用力将怪物甩在地上，然后狠狠几脚，直接把怪物活生生踩死了。这女人发起火来真的太可怕了。可杰拉刚准备离开，就又被一只怪物拦住去路。
他不想恋战，于是转头就跑，结果却不小心掉进了血池里。杰拉刚准备上岸，就被怪物拖了回去。挣扎中，他摸到一块骨头，对准怪物的脑袋就刺了下去。解决掉对方后，杰拉正准备离开，却发现怪物的丈夫竟然回来了。他趴在地上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任由怪物在身上踩踏。果然，怪物就跟个傻子一样，根本没有发现他。就在怪物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杰拉抓住机会，抡起骨头就劈了上去。灭掉这一家三口后，杰拉仰天咆哮，试图宣泄心中的愤怒，声音刚好传进朱诺三人的耳中。贝卡跟山姆以为他已经遇害，头也不回的就跑了。朱诺本想过去看看，可手电照过去，却发现了一大群怪物，三人吓得四散而逃。但最终除了朱诺，贝拉跟山姆都没有活下来，只能沦为怪物的口粮。为了躲避怪物的追击，朱诺直接跳进了一个水潭，然后沿着墙壁往上爬，没想到却遇到了闻声赶来的杰拉。杰拉试探性问了一下贝斯怎么样了，朱诺还是没敢说实话。Is I day? 杰拉没有戳破他，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想着怎么出去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机会。毕竟朱诺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的，可两人还没走多远，就被三只怪物拦住了去路。一场大战在所难免，双方很快便交战在一起。两姐妹早已完成蜕变，全然没有了刚开始的恐惧，加上痛失队友的愤怒，下手一个比一个狠。没一会儿，怪物就被团灭了。而就在这时，杰拉却拿起镰刀对准了朱诺，然后亮出了手里的吊坠。朱诺一看就全明白了。这时，怪物的嘶吼吸引了朱诺的注意，杰拉抓住机会，直接一刀就砍向了他的大腿。比起身体所带来的疼痛，朱诺更多的却是惊讶。他没想到杰拉会这么果断，为了让他痛苦的死去，杰拉并没有亲自动手，而是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。很快，朱诺就被怪物包围了。听着身后传来的惨叫，杰拉头也不回地爬向出口，终于逃出了这片岩洞。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杰拉尖叫着一路狂奔，迅速找到来时的车辆，然后驾车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。等彻底安全后，杰拉喜极而泣，结果一回头，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杰拉临死前的幻想，他根本就没有找到出口，而是被永远留在了岩洞里。看完之后，我觉得最可怕的根本不是怪物，而是人性。生活很美好，还是待在家里剪视频比较安全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见。